他说服万凌云长老的套路其实也是十分简单，一套托梦、立誓、煽情、猜测、推理的组合拳打下来，这位长老很快就相信了李长寿，也觉得后面很有可能会有强敌来犯渡仙门。自从那一次月老托梦之后，李长寿就发现托梦这个借口十分的好用。炼气士与道交感，冥冥中有所感应，其实并不算是稀奇，只不过他托梦托的就是有些频繁了点。在李长寿的建议之下，万凌云长老也以长老自身的名义去提醒了掌门和其他的长老。此事啊，若是用李长寿的名义，那门内的重视度必然会大打折扣。但是提醒的效果如何，就非李长寿能够掌控的了。他已经尽力做到自己能做的了。长老怎么还没动身啊？这已经到了约好出发的时辰了。李长寿喃喃一声，心底略微有些纳闷，仙时一直在探查丹顶峰。回想自己这半年来，其实也没做太多的事，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封闭的丹房中炼毒、捣鼓纸人。这一次炼毒纯粹是追求毒丹的威力与数量。李长寿将自己从临海镇买到的，此前在北距泸州采集到的，以及从万凌云老爷子那儿得来的毒草进阶炼制成了毒丹，又将这些毒丹经过特殊的处置，化作无色无味的毒粉。除此之外，类似于那把常见的催毒法器，对宝材要求不高，只是难在一个巧思。李长寿抽空也做了许多，给天子1号到12号的纸人都分配了一个。这段时间捣鼓纸人，李长寿还发现了纸道人的一大用处——仙力储存机。自己可以将仙力灌注在纸道人中，也可以将仙力直接从中提取出来。若是今后自己与敌人为战，仙力枯竭，可以扔出几个纸道人抽取仙力。这是真正的洪荒冲仙宝啊！嘿嘿。本体的仙力是可以时刻恢复的，只是利用炼毒丹的间隙，就陆陆续续的填满了12只纸道人。其实仔细想想，这个用处也颇为鸡肋，他怎么可能会有仙力枯竭的时候呢？这么多年的遁法又不是白白主修的。备战第1阶段的收尾就是安置纸道人。之前让师傅冒死外出，在护山大阵之外隐蔽的山沟灵脉中安放了7个纸道人，每个纸道人都带着大量的原版纸人与足够的毒丹储备。李长寿的设想很简单，假如有外敌攻入护山大阵，自己呢就远程控制这7只纸道人，从后方包抄，用毒丹出奇制胜，有效杀伤来犯之敌。此外，师傅和灵娥的身上各自带了1只纸道人，这是为了随时保护好2个人。九巫师伯和九师师伯2个人已经去过丹顶峰拜见万凌云长老了，而万凌云长老也按照自己嘱托的那般，将枯字诀锦囊交给九巫，且用了十分严厉的措辞，让九巫必须在师门遭遇危机时打开那锦囊。第2阶段的备战，李长寿就要和万凌云长老一同出手布置。啊，来了！李长寿的仙识捕捉到了丹顶峰出现的一缕流光，他也没有想到万凌云长老会直接赶来小琼峰。低头看了眼自己这一具纸道人化身，应该不会暴露吧？只要万凌云长老不亲手触碰到这具身体。哎，算了，少华还是主动跟万凌云长老解释一下，我这是一具用剪纸成人做出来的分身，越是这种性情单纯之人，越不能有欺瞒之心。不等万凌云长老飞下来，李长寿已经驾云去了空中。与此同时，正在地下密室剪纸的本体也抬头看了一眼，注意力要放在纸道人的身上了。虽然自己一心多用，已经训练了100年之久，但也保不准会露出心不在焉的表情。万凌云长老提醒门内应该也是有效果的，山门处的守卫确实是比平日里多了一些。
李长寿低头跟在万凌云长老的身后，负责把守山门的几位仙人同时行礼。长老，您要出去？万凌云的长老露出一丝冷笑。这几位仙人顿时面色一紧，低头用控阵法器打开山门处的大阵禁制，恭送这位长老大人外出巡视。至于独长老外出做什么，有什么事，他们却是完全不敢过问。出得护山大阵，李长寿对自己此前已经安放好的7只指道人感应更强烈了一些。万凌云扭头看脸李长寿，那干瘦的面容上露出了几分温和的微笑，当然了，这温和看起来还是有些狰狞。我们先去哪里巡查？咱们先去东面吧。长老，我想咱们须得隐藏气息，您是否可以表露出真仙境的气息波动呢？简单。万凌云长老的手中铜杖一点，气息自生变化，驾云朝着东面飞去。李长寿在不断地观察着周遭山川大河，心底静静地思索着。白云很快就飞出了仙门千里，速度渐渐地慢了下来，开始仔细地搜寻着什么。万凌云长老突然问：你看那边的山谷也是颇为隐秘，有没有可能藏了强敌？长老，李长寿将手中的一只吊坠递给万凌云。这个是弟子闲来无事炼制的小玩意儿，名为侧感石，唯一的效果就是监察也无旁人的仙石灵石落在咱们身上。您看，此时这侧感石是淡青色，这是弟子的灵石跟您的仙石在外探查所致，若颜色加深，就说明有其他人的仙石灵石在盯着咱们。长老顿时颇感兴趣，拿着那侧感石一阵打量，很快就哑然失笑。竟然是遇灵石就变色的寒色花的花枝。当真是瞒不过长老您这一双慧眼呢。炼器也不都是禁制，长老您常教导弟子要活学活用，这不就用上了？万凌云顿时抚须而笑，两个人向东巡查了一阵，又转向北面。他们这一次出来，其实是李长寿想来外面探查地形，若有强敌偷袭渡仙门，必不能从空中大摇大摆地过来，而会借地势先摸进渡仙门，而且很有可能对方会提前布置，在渡仙门一定距离之外汇聚大批的傀儡，而后暴起发难。备战第2阶段就是延续了假如我是对方的路子，寻找对方可能的藏身之地。若能够提前反奇袭，胜算自然会更大一些。李长寿本体迅速在小琼峰地下密室中作画，将方圆数千里的地形细致入微地描制了出来。而当两个人转到了西南方向时，2枚侧感石齐齐变了颜色，而且颜色瞬间加深。长寿，看。长老，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现。李长寿立刻传声，而原本就喜欢面无表情的万凌云长老也是面色毫无波澜。两个人继续此前的飞行轨迹，驾云四处查探，而李长寿和万凌云长老几乎同时就在一处山坡向阳的密林中发现了异常，有一缕缕气息波动。万凌云长老传声：果然有人窥伺我渡仙门，长寿你先回去，我去会一会他们。长老，打草惊蛇反而不美，从对方藏身的距离来判断，他们还未准备好动手。咱们先巡查完回山门，而后再悄然出来，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如此才可以成功。不错，长寿言之有理。万凌云长老看脸李长寿，又露出了招牌的冷笑。我虽年长你许多，算计这些却不如你。长老，我这就是一些小机灵，您在丹道上的成就已经是渡仙门前无古人了。万凌云笑着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只可惜
先师未能所见。长寿，接下来如何安排？接下来咱们就如此，这般，这两个浑身带毒的身影渐渐地从那山坡飘远，完全一副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样子。而他们离开了大概1000里之后，有2道仙石锁定在他们身上，一直到山门附近，这仙石方才消失不见。李长寿传声：长老，那里怕是最少有2个天仙，要不要找帮手？无妨，再多2个也无事。长寿，你尽管出计谋，斗法的话，自由我来做。长老您忘了，弟子跟在您身边的本就是剪纸成人神通所化的纸人，稍后也是想去目睹您灭敌的风采。万凌云长老笑着点点头，2个人入山门之后对视一眼，一切尽在不言中。不过半个时辰，2缕青烟飘出了山门处，悄然隐于地下。那些守门的仙人此刻都被2名百凡殿中招来的执事看住，彼此谁都不敢出声，谁也不敢乱动。有些情况在李长寿看来却是不得不防。李长寿此时十分的庆幸，还好跟万凌云长老过来了。他要是一个手慢按不住，这老爷子真就直接冲上去正面硬刚这群大汉。此地离着渡仙门2500里，相当于在渡仙门名义地盘的边界。按东胜神州约定俗成的规矩，渡仙门附近2000里，资源灵脉都分属渡仙门。对方在这个微妙的距离，还故意在渡仙门探查不到的位置布置了这般还算是高明的隐藏大阵与遮掩大阵，里面之人的行为本身就很有问题。但就因为这个，直接上去撒粉扬灰似乎也有些太霸道了。然而当万凌云长老取出一件太极阴阳双鱼模样的法宝，拉着李长寿的指道人分身，在地下悄无声息地摸入大阵之内。如果不是李长寿第2次手气眼快，摁住了这位天仙境大后期的毒仙，万凌云必然已经是冲出去，一声怒吼：孽畜找死！无他，其内妖气滚滚，业障汇聚，阵内竟然有数十名大妖，其修为在真仙境到天仙境不等。除此之外，还有100多人影，修为大多都在真仙境，也有10余名天仙。万凌云长老扭头瞪脸李长寿，刚要传声，李长寿却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他拿出2只玉佩，递给了万凌云长老1只。这个东西，李长寿把它称之为小玩意儿系列之心声玉。双方配着这玉佩，便可以用心声交流，没有任何仙力、法力、元气、空气的波动，隐蔽性十分的绝佳，缺点就是互相不能离得太远。李长寿心底传声：长老可以直接在心底说出想要说的话，弟子能听到。哎呀，长寿，你拦着我做甚？万凌云长老一阵咬牙：带我去灭了这些大妖，杀了这些跟恶妖为伍的败类。哎呀，长老您先别急，别着急，您消消气，冲动是魔障啊。长老可否告知弟子，您准备如何灭了这些大妖？自然是用神通和毒丹。直接冲上去吗？偷袭之事，必先暴起发难，瞬息击溃其1、2强者。应该是觉得对方并未发现自己。万凌云长老此时也耐下心来，对李长寿叮嘱着：遇到这种情况，长寿你今后倒是不能冲动，陷入重围必会有危险，但我却是不怕的。他们离着我越近，毒丹毒功越能发挥效用。哎呀，但长老您想想看啊，您要是受伤折损在此地，那怎么办啊？对方人多势众，这是其一，咱们只是粗略地感知了一下对方的境界，万一有金仙藏在此地，故意引诱咱们上钩，这是其二。万凌云长老眉头一皱，不苟言笑的苍老面容也露出了少许思索的神色。
长寿说的还挺有道理。长老您稍后必然是大发神威，就凭长老您教弟子的那门神通，有长老您数万年的毒丹积累，去灭杀此地这些敌人，完全不在话下。可是万一呢？万一他们见势不对，四散而逃，那岂不是给门派留下了隐患？这是其三呐。也对，弟子观此地虽然天仙众多，但是人妖灵皆有。长老，您且看，他们座位分布，人妖灵三族相互混杂，彼此之间却毫无交流。若是普通情况，不应该是人与人离着较近，妖与妖离着较近吗？长老，您再看，那两只浑身蓝色毛发的大妖，他们的气息相近，而且互相混杂，应该是常年混在一起，不是兄弟就是夫妻。当然也有可能是搞那个不是但是他们此刻您看却隔了100丈远。您品一品，仔细品一品，这必有不同寻常之处。很有可能这些人妖灵此时已是心神为人所夺，与当日在金宫门之外偷袭九巫师伯等人的那些炼气士一样，只是傀儡。这是其四。万凌云长老双眼一眯，缓缓点头，颇有些惭愧。这位老爷子在心底道了句：还好长寿伴我一同前来，否则恐酿成大错矣。李长寿心底笑道：哎，长老，您醉心丹道，心有正气，本就不是险恶之人，没往这方面想是很正常的。弟子也只是此前一直在想这些事儿，担心发生这种情况，没想到还真的就发生了。哎，长寿，你说该怎么办？总算是说服了。哎，长老，您有炼制过迷药，或者是药性温和，一时间不容易被人察觉的毒丹吗？自然是有，为何要用此物？万凌云长老的那双老眼中略带不解。直接用最烈的毒不成吗？